哥，现在国际局势很明显了，你往中国那边站，你就死定了；往美国那个地方，你还有这个存活的机会下来。对，就没想到，韩国的天兵又来了，李在明，人家开开心心跑到中国去，안녕하세요，还拿了手机，竟然跟习近平在搞一个自拍，我的天哪！对，没错，就在这个马杜罗被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李在明去访问中国，在这个时候，其实让时间显得非常非常尴尬。为什么非常尴尬？大家都说，你要选美国这一边，就李在明跑到中国去。当然，李在明说，我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我要做个再平衡啊，哈。那他今天去访问的时候，当然中国是高规格的接待他啦。不过你看，他就很开心。你看这是在他网络上发的，他说什么话词很清楚吧？他用了什么？你看他这个拿着手机，他拿这个手机是庆州的时候，当时他不是这个习近平送给他小米吗？然后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后门城市的小米吗？然后他就拍，他说我和习近平主席夫妇拍了一张自拍。然后多亏了你拍到了人生的照片，越是近距离接触，越能感受到韩中之间的关系的缓和，今后更频繁的沟通，更多的合作。你看，就 po 了非常多张照片。我真的觉得这个符号超可怕的。对，没错，这是韩文常常有的这个符号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看，就那么开心拍了这个相关的，跟这个李在明跟他老婆，然后跟习近平跟彭丽媛的这个照片，人生照。好，那事实上他这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他讲的非常多嘛。你看为什么？他这次就说，我们曾经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感谢中国长期保护韩国在中国境内的独立运动的这个就职，因为当时他们在东北有很多独立运动，包括说像炸这个伊藤博文等等很多纪念碑都还在哈。然后他就说，我们在求同存异的这个基础上，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当然中国要听到什么？中国要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哇，这个习近平爽死了。好，你有这几个字 ，OK pass。所以看起来的话，接下来一段时间呢，韩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搞不好过去的禁韩令啊，或很多禁渔令，会不会有被松绑的可能性？那当然，李在明也带了非常多企业家去，所以这次呢做了非常深度的这个访问，为这个中韩两个国家呢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契机。好，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来说的话，我就讲前一阵子的时候，其实美国军方有 po 一个照片，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现在都一直在讲。万一真的开战，这个两岸局势开战的时候，韩国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还要求韩国你一定要来参战。比如说，你看，这是驻韩的美军，他说什么？在去年的12月29号，他一场论坛上面，他说，韩国不只是应对朝鲜半岛的威胁，他说是东北亚的权力平衡处在十字路口，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 po 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来说，你看跟我们过去的，而且看的照片，我们之前去年秀过，11月10号我们还在节目上说。结果你最近你又丢出来，对，好，那秀这照片要干什么？你看，这是中国嘛，对，我们用不同的视角来看，这是中国，这是俄罗斯，对不对？然后这是日本，这是台湾啊，这是台湾，这是菲律宾，那因为韩国的位置刚好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韩国呢，你可以控制中国的，包括渤海，还有中国的东海。这个北部战区某些部分，还有东部战区都会被你牵制住，甚至你看俄罗斯要下来的时候，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在这边嘛，它要下来的时候，它会被这个对马海峡给控制住，所以韩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呢？毛泽东一定要参战所谓的抗美援朝非常重要的部分，他就说了，朝鲜半岛就是一个刺在中国心脏附近的一把刀嘛，你看就的确是这样啊。所以你就知道对这个中国为什么要拉拢南韩，美国为什么在这边驻军，其实它有它的战略价值在这个地方。至少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国在南韩有非常多军事基地，包括说目前为止驻韩美军大概有28000人左右。那最大驻韩美军在这个地方 ，Hanford 的这个军营，这个军营距离这个首尔也不会太远那这个你看，它有全世界最大、亚洲最大的这个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地。那这里面来说，当然有除了军事基地以外，还有非常多训练场啦，各式各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所以美军的确要扮演什么？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的话，中国要来。或者说这个俄罗斯要来的话，韩国都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的角色，所以我才说，接下来我跟他讲啊，接下来我们只要看几个重点。韩国因为美国一定要求说你要继续布一些所谓相关的雷达，譬如说还有什么提风系统，搞不好会来，或者说美国很多东西，如果到时候李在明拒绝的话，那就是他可能跟美国翻脸。对。但如果美国硬是要来的时候，你能够拒绝吗？你没办法拒绝的时候，那你又会得罪中国。所以来说，现在我们先不要看李在明这次去，好像跟中国有这个舒缓关系，但是美国还没给你出难题啊。美国出难题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考验的时候啊。好。
那我跟他讲，剩这几天的时候，因为这个美国不是已经去抓了这个马杜罗吗？好，就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中国会不会学这个美国来侵犯台湾？好，于是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美国有一个报告，然后你看，这是马歇尔基金会做出来的一个，他说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哦，这个报告。这报告里面来说的话，他说它分成2种局面，一个是小规模的冲突，还有全面作战2种这个形态。对，好，那全面作战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小规模的军事作战，它会失去未来进行军事奇袭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你奇袭的一段时间，如果你失败的话，就会变成长期的消耗了。因为台美之间来说会借小规模的危机，然后支持发动国际的这个友邦的支持嘛，包括说像日本的支持、菲律宾的支持、韩国的支持，然后让中国进入所谓消耗战的这个窘境。所以他说，到时候就变成全面作战。全面作战的话，会让共军10万人以上伤亡，然后耗尽所有的导弹，还有军事化工品的这个攸关的库存。全面作战，解放军死10万。对，而且我们之前不是说吗？这个美国的兵推里面来说有几种状况啊，就是解放军如果真的参战的时候呢，美国参战一定就美国参战的话就有可能会赢嘛。但如果日本又参战的话，解放军必败。对，所以等于说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讲日本会不会参战？一定参战嘛。所以美日同盟的时候，可能还有包括韩国搞不好参战。那中国根本没有赢面，所以假设中国呢，因为调动这个驰援的时候，然后导致呢他们减损相关的这个能量，然后战损规模如果扩大无法隐瞒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会把责任转嫁给共军的指挥官，在极端的状况之下，甚至会引发军方的这个政变。那我跟他讲，中国你看啊，中国现在说今年还会陆续这个高压反腐会出现巨虎哦，巨虎会出现在哪里？我跟他讲，军队，他们现在军队很多高级将领官员都被清洗光了，都没有齐。好，那我跟他讲，今天习近平说，那我们现在要这个进行一个对台作战的时候，请问谁能够帮他拨划政策？对，军委会现在人都还没有补齐，很多战区人都刚上任，他根本没有办法做这样一个动员跟这样一个作战计划，而且他很怕什么？万一作战的时候，搞不好我的权力会旁落。所以我跟他讲，事实上这些都是大家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就目前实际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中国其实是没有太大能力发动所谓的局部的清洗或是大规模的作战的能力。廷伟，我们都知道，在国际上面，当一个风向仔，还有读懂风向很重要。就现在这个局势，我觉得才刚被端掉哦。甚至伊朗哦，甚至古巴哦，甚至哥伦比亚哦，都可能是下一个的时候。李在明，你怎么敢去中国？你去中国啊，你低调去，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还搞一个自拍，哇，好开心哦！他真的不怕美国他这想耍这个所谓的小聪明，你知道吗？小聪明，他以为自己还能够游走在所谓的中国跟美国这2大国之间呢。对，他其实在出发之前，他的外交相关的官员有对外讲说，他们想要达成一种叫做中日韩合作、美日韩同盟的这个概念。对，什么意思？就是平衡的概念。但是毕竟来讲，韩国还是小国啊，它不是大国，你知道吗？他大国，他想要在这2大国之间来讲的话，蹭热度来讲，你蹭这边，其实那边不爽；对，你蹭那边的话，这边也不高兴。所以其实习近平你没看到他们在自拍的时候，虽然李在明拿的那个小米手机是习近平当时在庆州送给他的那一只这个小米手机但是你看到，其实习近平心里不太高兴啊。你看他那个画面来看的话，因为以往如果你真的在有关注习近平跟人家在搞自拍的时候呢，他跟一些比如说过往的一些一般民众或者是球星或者怎么样搞自拍的时候，他其实笑脸会在脸上的。但是这一张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到好像还是有点距离。你说他有点僵，有点僵，有点距离，好像不太喜欢用这种方式的感觉。然后这时候你看到李在明在他的这个所谓的社群软体上面又写了什么东西，就说，越是近距离的接触越能感受到韩中关系的缓和。那你在讲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就没有缓和咯？你现在没有缓和的时候，我刻意的去营造出我们2个人之间的距离。韩国，然后呢，他每天在 China Out 是啊，所以你看到现在，他出发之前，其实韩国都有民调啊。对，韩国民众是很讨厌中国的而且你如果说要从这个中日当中来讲，现在跟高市早苗之间的一个纠葛来得到所谓的中国观光客到韩国去来讲的话，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很多韩国人其实是很讨厌的嘞。那你再想想看一件事情出发之前不是有传出说，这时候可能要取得中国的什么样的开放市场，要怎么样之类，有的没的没有，解除什么样的禁令等等之类。你看到这一次的10几项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方案来讲的话，有那些东西吗？然后再来就是韩国最骄傲的东西，当然
就半导体，对然后或者是晶片的东西对，你觉得中国有拿到吗？也没拿到啊，怎么敢给他、什么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想一件事情哦，其实哦，李在明要出发之前，早就已经规划好另外一个行程，什么行程？他回来之后1月中马上要到高市早苗的家乡故乡奈良去访问了啊。你如果说到中国来讲的话，你要不要跑到习近平的家乡去访问？对对不对？结果没有，你在北京。好，那你跑到那个奈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哦，如果你能够到对方领导人的家乡、故乡访问来讲的话，就是代表对他家乡的一个重视，而且对方邀请你到我的故乡来访问，也是一种诚意，你知道吗？非常的亲切。上一次你知道习近平跑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还特地跑到莫迪的家乡去访问。对，但是后来其实也没改善到什么东西了，只是说你今天李在明想玩两手策略，你知道意思吗？但是大家被看出来，看破手脚。我认为李在明到最后变成一种习惯，叫里外不是人。里外不是人，他这边也得罪中国啊，那边也得罪日本跟美国，所以呢，他想要玩两手，但是玩到最后变得自己被玩，玩得很粗啦。对，就玩到让大家看破他的手脚。对，所以我们不是在笑李在明啦，哈，我们说真的没有在笑李在明的领导力，但是问题是他搞这一招的结果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关注川普在应对委内瑞拉的时候，那你本来韩国应该是跟川普站在一起吧？对，川普也给你卖个面子啊，给你李在明机会啦。结果你现在竟然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跑到了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了，那你这是不是你认为好像是给北京这个习近平？嘘寒问暖，送些炭火再给他了，但是事实上来讲，你会引火自焚的，你会让自己来讲的话，限于在两大国之间来讲的话，你完全没办法形成平衡的态度之外呢，你甚至于说可能因此让川普对你来讲的话更有猜忌，说不定未来来讲的话，还会减少跟你韩国的合作机会。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